我仿佛陷入了某種時間循環當中。2025年12月时，就是朱雀3號和長10二甲在競爭中國首枚可微柔火箭。現在過了大半年，還是他倆在競爭可微柔火箭。不過由於長10乙的截胡，現在倒是不用競爭首枚可微柔火箭了。但對朱雀3號來說，還有一個非常有含金量的名號值得拿下，那就是中國首枚民營的可微柔火箭。那麼這一次會贏嗎？大家好，這裡是新人 UP 主新世紀的旅行者。今天我們繼續來講藍箭航天和朱雀3號的故事。2025年12月3號，朱雀3號首飛成功入軌，但回收在最後階段不幸失敗。經過分析，失敗原因很可能是火箭尾艙的熱防護出了問題，導致發動機在着陸段點火後出現異常，導致回收任務失利。在完成相應改進之後，朱雀3號遙2正式登場。第二枚朱雀3號大體上與第一枚保持相同，但在細節上有諸多改進。整體設計上，朱雀3號直徑4.5米，高度66.1米，整流繞直徑5.2米，長度12.5米。本次遙2火箭起飞重量約570噸。通過蓝箭航天的大流量过冷加注技術，在发射前用2個小時就能加注完全部燃料。火箭1級使用9台天闕12A 液氧甲烷發動機，其中5台可以擺動，4台固定不動，9台總推力770噸。2級使用1台天闕15A 液氧甲烷發動機，真空推力約85噸。朱雀3號的發動機具有3次以上的多次點火能力，大家可不要小看這個能力哦。我國首枚可微柔火箭長征10號乙就因為發動機只具備2次點火能力，導致載入點火和着陸點火不能使用同一批發動機，必須輪着用。也有一些公司因為沒有攻克發動機2次點火技術，導致造出來的可微柔火箭實際上沒有回收能力。朱雀3號的艦體整體採用不鏽鋼設計，原料成本低，供應充足，加工制造方便，生產周期短，生產工序少，材料利用率高，利於批量制造，並且性能好，韌性高，無論是高溫還是低溫情況下都保持良好，非常適合需要多次使用的可微柔火箭。在國際上 ，SpaceX 的星艦、相对論公司的人组 R， 還有大德意志的啤酒罐子均使用了不鏽鋼作為艦體材料。這玩意兒哪都好，就是太沉。朱雀3號的艦體儲箱厚度接近2毫米。為了進一步控制艦體重量，朱雀3號只在艦體儲箱上使用了不鏽鋼材料，在1、2級機間段和發動機艙上仍使用了鋁合金材料。朱雀3號的1節還使用了60度與120度夾角布置的 X 型扇格舵設計，同時艦體兩側設計了大面積的邊條翼。相比於類似於獵鷹9號的光桿艦體和十字形扇格舵，這種更類似於上一代星艦的設計，更便於增大火箭載入返回時的艦體傾斜角度，增大迎風面的接觸面積，使艦體更好地利用空氣摩擦來進行氣動減速，以減少推進劑消耗，換取運載能力的提升。朱雀3號的2級也使用不鏽鋼，按理來說，一次性的2級使用鋁合金可以進一步減重，但使用不鏽鋼可以收集到不鏽鋼艦體載入大氣層的相關資料，可以為下一代類似於星艦的全復用火箭做技術儲備。藍箭航天目前已經研發出了國內首台全流量分解燃燒循環液氧甲烷發動機，總推力可達220噸，接近猛禽2，目前已經進行了多次半推力試車。朱雀3號遙2的2級發動機與首飛時的發動機也有所不同，它的噴管變得更大，擴張比從50提升到了100，比衝得到了大幅提升。關於火箭的2級發動機，剛了解航天的小夥伴們肯定會疑惑，明明這火箭1、2級一樣粗，那怎麼不像1級那樣多放幾台發動機增大推力呢？主要是因為有時候發動機推力太大也未必是一件好事。由於火箭2級的重量太小，使用推力過大的發動機反而容易損壞火箭。在滿足推力需求的情況下，擁有更高的比衝，更有利於提高火箭的運載能力。因此，在2級安裝一台大噴管的真空發動機便成為了最為合理的選擇。在大家最為關注的火箭回收方面，朱雀3號使用的民勤回收場距離發射工位約390公里，面積為60乘60米。實際上，朱雀3號在航跡回收的情況下，最優射程應該為550到600公里左右。現在的回收場選址是綜合各方因素妥協後的結果。為了適配這個近距離的回收工位，朱雀3號需要將1、2級分離高度從76公里降低至約66公里，同時額外消耗燃料進行橫向減速，在這一過程中會損失數噸的運力。這也就是為何在火箭規模相似且直徑更大的情況下，朱雀3號14.2噸的全消耗運力尚不及獵鷹9號17.4噸的可回收運力。除了首飛時的保守策略與額外冗餘，回收場地的妥協也是限制其運力發揮的一個重要原因。本次發射的朱雀3號遙2在回收策略上也有了進一步的改進，着陸點火階段使用的發動機數量由5台減少至3台，通過簡化設計來降低複雜度，提高可靠性。這時候又要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是發動機越多可靠性越高，還是發動機越少可靠性越高？過去幾年，網上關於多發並聯的可靠性和冗餘的爭論，人腦子都要吵成狗腦子了。其實一句話就能概括：在有冗余的前提下，發動機越多，可靠性越高；在沒有冗余的前提下，發動機越少，可靠性越高。
比如星艦可以允許2、3台发动机熄火，这就屬於有冗餘。在這種情況下，發動機數量越多，就越能接受更多發動機損壞，而整體不受影響。所以在有冗餘的前提下，發動機數量越多，可靠性就越高。而對於朱雀3號的着陸來講，5台發動機無論壞哪一台都會嚴重不對稱啊。當然，要是壞正中間那一台，那還是對稱的不過要是中間那一台都壞了，那也不用着陸了。所以這就屬於沒有冗餘。而沒有冗餘的情況下，發動機越多越容易壞，可靠性就越低。因此，想提高可靠性，就要減少點火使用的發動機數量，也就是在沒有冗餘的情況下，發動機數量越少，可靠性越高。使用陸地回收廠還有一個特別麻煩的情況，就是火箭回收回來之後怎麼運回廠房。雖然朱雀3號4.5米的直徑仍在公路運輸的極限範圍內，但這是在分段運輸的情況下才成立的。目前的朱雀3號液氧和甲烷儲罐是分開運輸，到酒泉再組合到一起。如果組合到一起運輸就容易卡住，這就意味着火箭1級在回收之後還需要就地拆成2半才能運走，這可真是令人腦殼疼啊。不過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朱雀3號用不了供底儲箱設計來減重，因為用了供底儲箱就不好拆開運了。既然不去參與海南大亂鬥，那也只能這麼幹了。本次發射的朱雀3號遙2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改進，比如優化返回時的安全策略，提升回收時的安全性與控制能力。再比如，由於此次任務搭載了真實的衛星載荷紅擎科技的鴻鵠03型，所以可以在釋放衛星時順帶驗證藍箭航天新研制的星艦分離裝置。藍箭航天自研的這套堆疊壓緊釋放裝置，通過減少爆炸物的使用來大幅降低分離時的衝擊，使堆疊發射更加穩固，星艦分離更加安全。這次朱雀3號還有一些小巧思，比如使用普通的消費級運動相機來觀測火箭，加上藍箭航天之前就在使用的車機計算芯片和高速通信平台，通過當代民間科技取代老航天。在成本降低了的同時，其數據收集、數據計算與數據傳輸都爆拉傳統航天10倍甚至100倍。我們之前在介紹星艦的時候，動不動出現爆拉老航天好幾百倍的數據，一部分原因也是類似的小巧思。總之，現在大家應該對朱雀3號的火箭整體和本次發射的遙2火箭有了比較詳細的認知。時間也過去大半年了，讓我們看看朱雀3號遙2準備的怎麼樣了。在這大半年裡，藍箭航天還發射了一大堆朱雀2號的改進版、朱雀2號改進版的改進版、朱雀2號改進版的改進版的改進版等等。不過大家顯然更關注朱雀3號。6月下旬，小哥一手的朱雀3號迎來了自己的静態點火。那既然都到6月下旬了，點火日期肯定是安排在良辰吉日6月29號啊。在靜態點火完成之後，火箭還需要進行1個月左右的發射前準備，這也意味着火箭需要在8月才能發射。根據相對論，長征10乙作為一眾鴿子中相对不鴿的那一位，成功在7月搶先回收。這不得不說，咱們藍箭航天的運氣着實有點不好。都說男人一生只哭3次，一哭朱雀1號被雙曲線1號截胡，2哭朱雀2號被天龍2號截胡，3哭朱雀3號被長征10號乙截胡。這啥運氣啊這是？不過民營首枚可回收火箭，這個友商們都差得太多，絕對是不會有人來搶了。那麼藍箭航天能否在此次就將比賽徹底終結呢？2026年8月19日清晨，朱雀3號遙2準備升空，讓我們鵲橋相會。
在升空之後，此次發射的時間節點與首飛也有所不同。一級發動機的關機時間從129秒延後4秒至133秒，一二級分離時間從134秒延後3秒至137秒，二級點火時間從138秒延長4秒至142秒，但整流罩分離時間卻從324秒提前16秒至308秒。二級點火時長相比於首飛延長37秒，最終在540秒時二級關機，發射後634秒時星艦分離，衛星入軌。之後二級離軌點火塞入大氣層，不制造太空垃圾。在一二級分離之後，一級由於慣性繼續向上飛行至約130公里的高空，隨後在下落至約80公里時點燃3台發動機，開始進行載入點火。此次載入點火的時長由首飛時的46秒延長至50秒。在載入點火結束之後，火箭繼續減速下落，在距離地面上空數公里的高度時開啟着陸點火，先點燃中心發動機，緊隨其後點燃旁邊2台發動機，隨後將2台發動機關閉，使用中心發動機完成最後的着陸階段。由於此次點火使用的發動機數量更少，所以點火時間更長，着陸點火的總時長從30秒延長至37秒。得益於天闕12A 發動機優秀的節流能力，加上朱雀3號本身偏大的艦體重量，使得朱雀3號在着陸點火時有接近於悬停的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猎鷹9號那種點火時間一長就会因為推力太大再飛回去的情況。总之，在發射後521秒，朱雀3號1級正式着陸，我國首款民營可回收火箭，同時也是我國首款使用着陸腿回收的火箭，也是我國首款使用不锈鋼加液氧甲烷動力的可回收火箭正式誕生。至此，蓝箭航天再次穩固了我國最強民營航天公司的地位，不僅為我國構建高品質、低成本、高可靠的航天運輸體系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也為之後支持低軌衛星互聯網星座的建設提供了運力支撐。未來，藍箭航天將對這枚回收的艦體實施復飛任務，構建起發射、回收、檢測、復用的閉環體系，以進一步實現未來高頻次、低成本的商業化運營。這一天或許在半年後就會到來，讓我們拭目以待吧。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如果您喜歡本期視頻，還請不忘點讚、投幣、關注、收藏。這裡是新人 UP 主新世紀的旅行者，讓我們下期再見。哦，對了，還有一件事，藍箭航天快上市了，這很有可能是我國首個正经造火箭的民營航天上市公司。換句話說，之前大半年大家炒商業航天都在炒空氣啊，没公司直接造火箭。等藍箭上市了，大家買股票也悠着點，別掛樹上了啊。不過掛上了也別慌，你持有1000年試試看呢。